亲生父亲为了100万，把我和60多岁的老色鬼锁在一个房间。他高高兴兴地数钱，对里面的惨叫声充耳不闻。我从外面赶回来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却呆愣在了原地，看着他错愕的表情，我轻轻说了句：“爸，你还好吗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这个赔钱货，这么晚回来是想饿死我们吗？你怎么不死在外面？我刚从外面打开家门，一个电视遥控器朝我飞了过来，砸中了我的右眼。妈，我今天外卖单子多了点，所以回来晚了。我马上就做饭。我捂着眼睛，脱下外卖工作服，熟练地套上围裙。挣的钱呢？拿出来。周兰向我伸出手，表情凶狠。我最近有点胃疼，检查花掉了一些，剩下的都在这里了。我掏出钱递给周兰，她撇着嘴拿着数了数，就这么点，真是没用的东西。你跟你那死了的妈一个样，都是赔钱货。周兰坐在沙发上，怒气冲冲地瞪着我，好像我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，不许你说我妈妈。啪！一个巴掌重重地落在了我的脸上，一个红色的巴掌印立马清晰可见。我说他怎么了？他就是赔钱货，是短命鬼。周兰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，语气中是我熟悉的轻蔑。不待我开口，那个我称作爸的人回来了。阿月，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上班，也不要做饭了，让你妈做。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他叫我阿月了，久到我感觉仿佛不是在叫我。他的脸上爬满了笑容，但是我知道这笑容代表有坏事要发生了。江庭深，你什么意思？他不上班，谁来挣钱养一家人？让我做饭，你把我当保姆使唤？我当初瞎了眼，才会答应嫁给你。周兰站起来，叉着腰，看起来好像一座要喷发的火山。你先跟我来，我给你解释好不好？江庭深推着周兰往他们的卧室走，防备地看了我一眼，看我在原地没有动，江庭深才走进屋子，关上了门。我心里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，蹑手蹑脚走到他们门口，尽可能轻地把耳朵贴在他们门上。我看你倒是能给我说出个什么花来。老婆，你还记得上次来我们家做客的那个孙导演吗？那个老色鬼，他怎么了？这跟让我做饭有什么关系？你听我说，上次他来的时候看中了江月，他今天暗示我想100万买江月一晚上。100万？周兰有些震惊的声音传来，我听得浑身发抖。对呀，老婆，你想想，有了这100万，咱们耀宗上大学就不愁了，也可以给你买很多你想要的东西。江耀宗是我那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只看名字就知道他在两人心里的分量有多重。那死丫头竟然值100万，有了第一次，可能就会有下一次，可能不止100万。所以我想着让他养好身体，可以好好伺候孙导演，到时候咱们还会愁不发财吗？但是他会那么容易答应吗？到时候答不答应就由不得他了。对话戛然而止，我的冷汗却一直往下冒。我轻手轻脚地回到我逼仄的楼梯间，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呼吸。我的亲生父亲竟然想把我卖给一个60多岁的老色鬼一夜，这个信息快要让我的脑子炸成无数碎片。自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娶了周兰，我的生活就被毁了。他们在我高3那年断交了我的学费，年级前几的我只能无奈退学，白天在厂里打螺丝，晚上兼职跑外卖。我一天吃不了2顿饭，我早早地退了学。周兰却用我挣的钱把他儿子送到最贵的私立外语学校，我挣的钱要全部交给周兰。用他的话说，不能让我爸白
养活我那么多年，回家之后我还得给一家人做饭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没有成为他们的家人。我只能像老鼠一样住在闷热又狭小的楼梯间，因为宽敞明亮的房间是他们一家人的。我的顺从换来了他们的变本加厉，头上的灯忽明忽暗，我心如死灰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给他们当牛做马，他们还真把我当成牛马了。现在竟然还想把我卖给一个60多岁的老色鬼。我的手越攥越紧，手疼，但我的心更疼。既然他们不当人，那我也没必要把他们当人看了。呼，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后，我的眼神慢慢变得清明。既然他们要玩，我就奉陪到底。没多久，我的门被敲响，门口传来了周兰和善的声音，听起来和刚才判若两人。阿月，最近辛苦你了，我跟你爸商量好了，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待在家里就好。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，要不是已经知道他们要做什么，我真是快要感动哭了。我心下冷笑，但还是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变得正常。妈，不用担心我，帮我还是要上的，不然怎么养活咱们一家人？怎么给弟弟交学费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爸妈都心疼你，不让你干活，你还不愿意了？我简直要笑了。不让我干活，让我去伺候老男人，当真是心疼我呢。明天晚上你孙叔叔会来家里，到时候如果我们不在，你可要好好帮爸妈招待一下客人。果然，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我送给那个老男人了。孙叔叔，那个老男人都老到可以当我爷爷了，还真是有脸说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会好好招待客人的。那妈就先走了。好，周兰的声音消失在门外。我锁好门。妈妈去世后，只有这道门锁让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的安全感。躺在破旧的木床上，我沉沉睡了过去。咚咚咚，急切的敲门声响起。我睁眼看了眼时间，早上6点。江月，快起来给我穿衣服，我上学要迟到了。江耀宗不耐烦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，一如往常，只不过这次我可不会再惯着他。我没理他，翻个身继续睡。你敢不理我？等你出来看我不打死你！敲门声越来越大，我的火气也直冲脑门。我翻身下床，打开门，外面是只穿了一个裤衩的江耀宗。你说打死谁？当然是打死你！江耀宗的手扬起来，朝我挥来，龇牙咧嘴，对我颐指气使惯了，他还真把自己当根葱。我稳稳地接住他的手，甩到一边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这么大了，还这么不要脸，衣服不穿到处跑，还不知道长幼有序。今天我就替你妈教训你！江耀宗捂着脸，满眼不敢相信。我抄起身边的扫把，狠狠打在他裸露的背上。他一边躲一边朝我吼：你敢打我，我要让我妈把你锁起来，饿死你！楼梯间的门里外都有锁，里面的锁是我用来保护自己的，而外面的锁是周兰惩罚我用的。上一次锁我锁了3天，仅仅是因为江耀宗说我做的饭不对他胃口。好啊，你既然这样说了，我不做点什么都对不起你。我扔下扫把，一把抓住江耀宗。对付一个坏透了的8岁男孩，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江耀宗的脸上开始闪过害怕。你要干什么？贱人！你这个贱人！不愧是周兰教出来的好儿子，才8岁却满口脏话。我可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呀？我语气温柔，又给了他一巴掌，一只手拖着他进了我的卧室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江耀宗拼尽全力挣扎，像一个刚从水里捞上来的鱼。姐姐今天也让你感受一下被关起来又渴又饿的感觉哦。我拿起地上的脏拖把头塞在江耀宗嘴里，止住了他的叫声。
我狠狠踩着他的背，从旁边的衣柜拿出一个床单，把他的双手和双脚紧紧缠在身后。他拼命地挣扎着，瞪大了眼睛看我，好像不相信我会这样对他。我把他提溜起来，一把扔进衣柜里。看见江耀宗眼里的惊恐，我的心情十分爽快。不要担心，等姐姐什么时候想起你，可能就来把你放出来了。关上柜门，我拍了拍手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刚准备出楼梯间，我就看到了周兰鬼鬼祟祟的身影。要出门，我倒是要看看她去干什么。我远远地跟在周兰身后，看着她走进了一个菜市场。她走到一个没有店名的店前面，停了下来，四处张望。我把自己藏在一个菜摊后面，避开了她的视线。她走了进去，我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秃子递给她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她满脸堆笑，给秃子塞了几张钞票，就心满意足地挎着包出来了。那袋子里装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说不定就是今晚上用来害我的。我的心越发冰冷，凉彻骨髓。想害我还没那么容易。看他出来了，我等了几秒钟，快步追上去，走到他面前。我故作惊讶，跟周兰并排：“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菜市场了呀？要买什么东西吗？”看见我出现，周兰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恢复正常。“我来买点菜，晚上好招待客人。”“你怎么出来了，阿月？”周兰笑得很标准，但是笑意却不达眼底。我看了看她紧紧捂着挎包的手，心下了然。看她这心虚的样子，是害自己的东西没错了。我刚刚送弟弟上学去了，在路口看见您，我就过来了。周兰敷衍了我2句，买了点菜，就和我一起回了家。刚打开门，江庭深一脸担忧的正要出来。“你们看见耀宗了吗？他老师说他没去学校，我前不久刚把他送学校啊，他没在吗？”我故作疑惑的样子，轻轻皱眉。“耀宗不见了。”听到江庭深的话，周兰尖锐的声音几乎要刺破耳膜。“你不是说你把他送去了吗？你把我儿子弄哪里去了？”周兰发疯了似的推了我一把，我顺势倒了下去。我每天都是把弟弟送学校门口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不见了。我低下头，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扯起了嘴角，抬起头，却是红着眼眸，声音十分委屈：“可能是耀宗贪玩，去哪玩了？江月每天都送他，是不可能在路上把他弄丢的。我确实是每天都送他，可惜今天没有。”看着我委屈的样子，江庭深把周兰拉到一边，蹲下来扶起我。周兰在身后气得脸都憋红了，好像下一秒就要爆炸。“江庭深，你还帮他说话？我看他就是想害死我们娘俩，之后霸占这个家。你别闹了，先去找耀宗重要。”江庭深提高了声音，向我摆摆手，示意我赶紧回屋。我站起来没走几步，却听到江庭深压得极低的声音：“别忘了今晚的事。”静默了几秒，门口传来关门声。我朝我房间看了看，一切如常，但是如果仔细听，能听到柜子微弱的晃动声。我不再停留，赶紧去了江庭深的房间，在办公桌抽屉里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那个我想要的名片。我打开手机，输入号码，开始编辑短信发送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感觉格外轻松。我把名片放回原地，走到了江耀宗房间。他的房间是整栋房子里面积最大、采光最好的。房间里有整面墙那么大的衣柜，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名牌衣服。这个房间原本是属于我的。周兰来了以后，就把我赶到了楼梯间，说一个女孩用不了那么大的地方，空着的房间用来堆放杂物，都没有让我住。我的父亲甚至都没有为我说一句
不过还好，属于我的东西很快就会回到我手里。很快，时间来到了晚上，江庭深和周兰一脸疲惫地回来了。找到弟弟了吗？我假装满脸担忧，紧张地凑上前询问。其实我在心里笑得很大声。没有，我和你妈报警了。咱们家到学校这条路的监控还没装好，现在也暂时查不到，只能等。江庭深蹙了蹙眉，失望和担忧快要从眼睛里溢出来。我当然知道还没装好，不然我也不会把它扔柜子里，肯定能找到的。弟弟说不定只是贪玩。对了，妈，孙叔叔今晚还来吗？要不让他来了，我一起去帮忙找弟弟。没事，我跟你爸去找就行，你就在家待着。一个女孩大晚上出去多不安全。周兰语气慌张，扯着嘴角勉强地笑了笑，眼里尽是算计。出去不安全？今晚上外面可比这个房子里安全多了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表情却温温柔柔。江庭深给周兰使了个颜色，周兰就拿着她的挎包进屋去了。我知道她要准备对我下手了。没多久，她就端出来3杯红茶。阿雪，你不是爱喝红茶吗？这是前2天咱们邻居送来的，你尝一尝。她端了最边上的一杯给我，剩余的2杯她和江庭深一人一杯拿了去。谢谢妈。我拿起杯子慢慢凑到嘴边，江庭深和周兰喝着茶，余光偷看着我，那表情好像生怕我不喝。我放慢了动作，正要喝时，我的手一抖，水全部洒在了我身上。看着他们有些失望的表情，我觉得好笑极了。不知道他们如果知道等会儿会发生什么事，会不会更失望呢？我借着换衣服的由头走到我的房间，给那个号码再次发送了一条短信：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赶紧来。发送完，我删除短信，坐在床上，我心里暗笑，好戏马上开场。打开门出去，我有些慌张地走到江庭深面前。爸，我想起来，弟弟总爱去学校后面100多米的那条河去捉癞蛤蟆烧着玩，你赶紧去那里看看吧。好，我马上去看看。江庭深立马站起来，给周兰递一个眼神，就快步跑了出去。果然还得是他那儿子重要，也好，不然他还不会走呢。桌子上已经有了一杯给我准备的新茶，我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，假装没有看到那杯茶。阿月，妈刚给你倒了杯新的，你快尝尝。看着周兰一脸期待的样子，我端起了杯子，刚拿到嘴边，门铃响了。刚发消息，这么快就来了。我扬起嘴角，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。人来了，可以开始唱戏了。周兰笑着起身去开门，我快速地把茶倒掉一点，拿起我的杯子换给了周兰，随后拿起她的那杯喝了一点的茶，倒在身后的盆栽里。等我做完这一切，周兰带着孙导演来到了我面前。小月，我来了。孙导演的眼里透露出淫邪的光，好像下一秒就要扑过来。孙叔叔，您坐。我礼貌地让开，低着头，看起来乖顺，实则谁也不知道我的内心恶心到了极点。周兰看了眼我空空如也的杯子，脸上立马笑出了褶子。我先去做饭，你在这里陪你孙叔叔说说话。妈，你把茶喝了吧，这么好的茶不能浪费了。我温柔地笑了笑，看起来人畜无害。周兰表情迟疑了一瞬，可能是怕我怀疑，拿起杯子一饮而尽。他走之后，我转过头来看向孙导演，换上我最灿烂的笑容。孙叔叔，今天晚上我会好好伺候你，听到我的话。孙导演的表情由惊喜很快变成了暧昧。像你这么漂亮又识大体的女孩不多了。他肥硕的手指落在了我的大腿上，我一个机灵站起来，
感觉恶心无比，还真是老色鬼，一点都不带隐藏的。你先不要着急呀，孙叔叔，我比较容易害羞。我低着头，睫毛轻颤，看起来楚楚动人。孙导演淫笑着搓了搓手，眼里冒出绿光。嘿嘿，不着急，叔叔不着急，我先去看看我妈做好饭了没。我在孙导演贪婪的目光下走到厨房，果然周兰不在。我从厨房出来，走进了江庭深和周兰的卧室。只见周兰躺在床上，满脸通红，嘴唇微张，迷迷糊糊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。看来她准备的药还挺猛。我拿起她包里的手机，用她的指纹解锁，给江庭深发去了一条微信：老公，成了。关掉周兰卧室里的灯，我又回到了客厅。孙叔叔，再过2分钟你去那个房间，我先准备一下，灯就不开了。我比较害羞，我眨了眨眼，满脸羞怯地指了指周兰在的房间。好好好，2分钟，2分钟。孙导演激动得快要站起来了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我轻笑一声，又回到了周兰的卧室，看了一眼几乎不剩什么衣服的周兰，我无声地笑了笑，再次关好灯。我在床旁边的衣柜里躲了起来，叫了一声：孙叔叔，你来吧。只听砰砰几声，孙导演扭着肥胖的身子跑了过来。嘿嘿，小月，我来了。他关上门，一下子扑到床上，摸到了周兰。神志不清的周兰被压得动弹不得，毫无反抗之力。慢慢的，房间里尽是男人女人混合的粗喘声，简直不堪入耳。没多久，门口江庭深试探的声音传来：孙导演，阿月，我们在里面等出去了，给你开支票。孙导演有些烦躁地回了一句，继续在周兰的身上耕作起来。好的，孙导演，不着急，您随意就好。江庭深谄媚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我差点一口把隔夜饭吐出来，这语气简直是够恶心的。如果他知道里面被孙导演压在身下的是他老婆，他会怎么想呢？我很期待，我捂着耳朵，但还是听完了全部过程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，衣柜缝里透进来一点灯光。孙导演签了一张支票，塞给江庭深，感觉不错，下次需要了我再来。好嘞，孙导演，随时欢迎你来。江庭深弯着腰，讨好地笑着送走了孙导演。我趁他们走开，连忙从衣柜出来，轻手轻脚地从窗户上翻下来。好在是2楼，我顺着管道爬下来，稳稳地落在了后院。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大步走到前门，开了门进去。我看到了坐在沙发上拿着支票，一脸高兴的江庭深。他看见我从门口回来，表情僵住了。阿月，你怎么从那边过来了？我不是在房间里吗？很可惜，我不在。我刚才也出去找弟弟了。怎么了？我疑惑地歪了歪头，一脸无辜。你在这？那屋里的事？江庭深瞪大了眼睛，惊呼一声，快步跑进他们的卧室。屋里的当然不是我，是你那亲爱的老婆。我冷笑一声，在后面慢悠悠地跟上。老婆？我的耳朵快被江庭深的咆哮震聋了。我掏了掏耳朵，加快步子走到他们房间。怎么会这样？爸，我妈怎么了？我惊慌地摇了摇江庭深的胳膊，好像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那个畜生竟然敢动我老婆！江庭深咬牙切齿地给周兰盖着被子，眼里的愤怒好像要吞噬掉一切。他的老婆他就心疼，但却可以把亲生女儿拱手卖给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，还真是有意思。他拿了一把菜刀就冲出了门。我不紧不慢地去了我房间里，把江耀宗提溜出来。被关了1天，他有些眼神涣散，嘴里小声重复着再也不敢了。我给他解开身上的束缚，把他扶正。
温柔地看了看他。耀宗，以后要好好听姐姐的话，不然下一次就不知道关多久了。我知道了，姐姐。江耀宗眼里的惊恐还未消散，垂着眸子不敢看我。等会儿该怎么跟爸妈说？不用我教你吧，我知道的，姐姐。我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带着他坐在客厅等。没多久，几个人把全身血痕的江庭深扔在大门口。听到动静，我和江耀宗跑了出去。江庭深捂着腿，表情十分痛苦。畜生，畜生！爸，您怎么了，爸？我满眼心疼地跑过去，蹲下来询问。那个畜生让人把我的腿砍断了。我看着他右腿小腿以下勉强靠皮肤连着，肉翻出来，血不断涌出来，染红了他身下的草坪。惨，太惨了！但是还没完。江耀宗被吓得大哭起来，我一巴掌拍到他脑袋上，让他赶紧打急救电话，可不能死在我妈买的房子前面。救护车把他拉走之后，我回屋擦了擦我妈的遗像。嫁给江庭深之前，我妈是个备受宠爱的富家女孩，外公不同意她嫁给江庭深，她还是执意要嫁，哪怕和我外公断绝关系。嫁给他之后，我妈为了支持她的演员梦，几乎把自己逼成了全能的机器，不仅要一个人养全家，还要照顾我。没多久，她就累出了病，检查出肾衰竭。她死在了我高3那年。没想到江庭深立马转头再娶，我也没能继续学业。妈妈，很快我就能让他们都得到惩罚了。我好好的装起妈妈的遗像，收起来，在我狭小的楼梯间里。这一夜，我睡得格外香甜。原来让我不舒服的并不是地方，而是人。江庭深很快从医院回来了，腿没有成功接上，他还差点因为失血过多而亡。可能因为失去了一条腿，他变得十分敏感，脾气像是爆竹，一点就炸。周兰清醒后，也因为和孙导演的那一夜改变了脾气，时时刻刻小心翼翼，生怕江庭深因为那晚上的事情生气。周兰，我要上厕所。周兰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来了，不要叫了。周兰走过来，想要架着江庭深的胳膊带他进卫生间。你什么语气？是不是嫌我烦了？江庭深瞪大眼睛，火气蹭蹭往外冒。我没有，老公，我看你是跟那个姓孙的好上了，你这个荡妇！江庭深一把推开周兰，拿起拐杖朝周兰脸上砸，几乎是一瞬间，周兰的脸上被划出一道又长又粗的血口。啊！摸了摸脸上的血，麻木的痛感和触目惊心的血液让周兰惊叫出声：“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”拐杖一下又一下落在周兰身上，周兰尖叫着跑开。江耀宗听见周兰的惨叫，冲过来死死咬住江庭深的胳膊。江庭深痛得龇牙咧嘴，一把将江耀宗甩到地上。你这个白眼狼，竟然敢咬你老子！不知道是痛的还是被吓到了。江耀宗咬着嘴唇，眼泪大颗大颗掉下来。时机差不多了，我收了收脸上的笑容，从我的楼梯间门后出来。我满脸担忧地走到江庭深面前：“爸，您不要太生气了，不利于您伤口的恢复。阿月，还是你最关心爸爸，这几年爸爸亏欠你太多了。”江庭深有些内疚地看着我，拍了拍我的手：“何止是亏欠，简直是毁了我的生活。不过没关系。很快，你们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了。”我冷着脸看了一眼江耀宗，他很快就从地上爬起来跑了。没事，爸，我知道这不是您的错，所以妈再怎么欺负我，我也不会怪您。要怪，应该怪他。我垂着眸子，眼眶红红的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对，应该怪周兰那个贱人。江庭深表情变得十分狠厉，牙咬得咯咯作响。
前不久还亲昵地叫着老婆，要和他一起把我卖给老男人，现在却一口一个贱人，还真是多变。我心里冷笑，表情却温温柔柔，表现出善解人意的样子。爸，他可能只是觉得我不是他亲生的，所以委屈我也没什么关系，我其实可以理解的。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转，隐忍又委屈的样子让人忍不住心疼。你不是他亲生的，但你是我亲生的。对上江庭深慈爱又坚定的目光，我心底没有一丝波澜。没关系的，只要您和他好好的，他怎么对我都可以的。我不再多说，再说就演过头了。爸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回楼梯间了。我转过身，脚步十分沉重。以后你住耀宗房间。听到江庭深的话，我扯了扯嘴角，心底不屑。他的房间，我从小住到大的房间，我妈妈买的房子，怎么就成他的了呢？我转过身来，故作受宠若惊的样子。紧接着，我立马低下头，眼底的光也灭了。不用了吧，我住弟弟那，弟弟就没有地方住了，妈也会不高兴的。他们爱去哪去呢？你就住哪里。我说的。江庭深情绪有些激动，差点用一只脚站起来。不知道的，以为他对我有多好呢。我赶紧上前提醒他，让他好好养着。等我开始搬东西的时候，周兰把我的东西扔出去，叉着腰开始骂我：你算什么东西，敢给我儿子抢房间？江耀宗拉了拉周兰的衣角，怯生生地说：没事，妈，就让姐姐住这里，我搬走。周兰转过包满纱布的头，一巴掌打在江耀宗脸上：你这个怂包，简直跟你爸一样窝囊。他见我不为所动，很快走上来，准备撕扯我的头发。松开哀乐。江庭深有些愠怒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周兰的脸也顿时黑如墨。江庭深，你让我毁了容，我还没有跟你算账。你一个瘸子，现在还想在老娘面前指手画脚，你白日做梦。周兰声音尖细，插着腰，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，宛如一个泼妇。你这个臭婊子，跟别人睡了，我还没说你，你反倒指责起我来了。周兰愣了一下，像是有些不敢相信江庭深会说出这么恶毒的话。他不再说话，慢慢走向江庭深，推着江庭深坐的轮椅朝着楼梯口走去。江庭深见状，都惊得忘了动作，只抖动着嘴唇，紧紧扶着轮椅扶手。周兰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送你下地狱！周兰一把将他推下楼梯口，松了手。江庭深坐着轮椅，在楼梯上失去平衡，翻滚了下去，整个人脸着地。他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，血液慢慢从江庭深身上流出来，染红了一大片地板。周兰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再看看倒地不起的江庭深，揉着头发尖叫起来。江耀宗见状大哭起来：妈妈，妈妈杀了爸爸！我冷眼看着这一幕，报了警。警察很快来到了现场，江庭深已经失去了气息，周兰也被铐走。被吓得蹲在墙角发抖的江耀宗眼里充满绝望。我带着江耀宗去警局做了笔录，回来后，我仔仔细细地把整个房子清理干净。我把我的东西挪回属于我的房间。姐姐，妈妈还会回来吗？江耀宗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全然没有了之前的嚣张。可能不会回来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会给你找一个好人家，让好的家庭来教育你。我擦拭着我妈妈的遗像，语气温柔。我不想去别人家，我要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。她撅着嘴，有些固执地看着我。你爸爸已经死了，你妈妈也快要死了。我失去了耐心，朝着江耀宗大声喊：哇！江耀宗大声哭了出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看着他，好像又回到了我妈妈去世的那一天。
我也是像这样哭得快要断气了。那一天，阳光很温暖，空气很清新，但最爱我的人却永远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